从小我们就被告知这样一个故事：那些糟糕的旧时光，童工在矿井里劳作，棉纺厂的血汗，暴君一样的老板，早已一去不返了。我们被告知，只要把简历递出去，就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只要你足够努力，就能支付房租，拥有稳定的生活，甚至在某一天从事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这是一种令人安心的进步叙事，它告诉我们，随着技术的进步，工作会变得越来越轻松，越来越人性化。但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承诺在很多人的心里变成了一种名为焦虑的隐痛？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在伦敦、纽约，还是在我们身边，那种高薪、稳定且有成就感的工作，正在变成一种稀缺的奢侈品？大家好，欢迎来到城怀观道。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 Amelia Horgan 的迷失于工作。我们不谈枯燥的经济学定义，我们来聊聊你我的生活。我想带大家看穿那个关于工作的幻想，去看看资本主义的世界网络是如何悄无声息地重塑了我们的时间、身体乃至灵魂。书中提到了一个非常扎心的现象：如果你觉得工作越来越难找，或者即便找到了工作也觉得岌岌可危，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错觉。我们记忆中的那种标准就业，全职，无固定期限，有合同保障，有福利，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异常现象。现在的趋势是，工作正在变得零碎化和劣质化。在英国，零工时合同、伪自雇形式正在蔓延；在中国，我们熟悉的是灵活就业和外包。这种变化的本质是什么？作者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种权力的转移。所谓的灵活性，往往只对雇主有利。这意味着当生意不好时，他们可以随时不给你排班；而当你家里有事需要请假时，你却可能因为无法满足算法的要求而被系统惩罚。而面对这种困境，主流的声音通常会给我们开出2剂毒药。第一剂叫报复缺失，他们说，你混得不好是因为你不够想赢，是你没有发掘自己的潜能。第二剂叫病理化，他们把失业看作一种个人的疾病，一种道德的失败，好像只有疯狂工作才能治愈你。但这真的是我们的问题吗？还是这个系统本身正在制造一种结构性的无法满足？为了理解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需要回到原点。什么是资本主义下的劳动？作者在第1章里用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做了一个极好的比喻。在古希腊神话里，佩内洛普为了等待丈夫归来而织布。在那个时候，劳动是为了满足具体的需求，无论是为了保暖还是为了爱。但在资本主义诞生后，这一切都变了。尤其是当布料生产从家庭转移到工厂，棉花取代了羊毛，这背后并非仅仅是技术的进步，而是伴随着暴力的掠夺。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剥夺是以血与火的字迹铭刻在人类史册上的。人们被强行从土地上赶走，失去了生产资料，于是我们不得不做一件事，出卖我们的时间。我们被告知这是自由劳动，我们自由地签订合同，自由地选择老板，但这是一种可疑的自由，因为如果我们不签约，我们就无法生存。更讽刺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往往依赖于世界另一端的不自由劳动，就像19世纪的英国纺织厂依赖美国南部的奴隶棉花一样，今天的快时尚产业链依然依赖着全球南方那些被压低工资，甚至失去人身自由的工人。当你买一件便宜衬衫时，这不仅仅是一次消费，这是全球劳动网络的一次震颤。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技术会解放人类。
互联网、AI、自动化会让我们进入一个无摩擦的资本主义天堂，但这真的是事实吗？书中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洗车。按理说，全自动洗车机是技术的进步，应该取代人工，对吧？但在上世纪90年代的英国，机械洗车机反而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数千家小型的手工洗车作坊。为什么？因为机器需要购买，需要维护，成本很高，而那些绝望的、缺乏议价能力的移民工人，甚至比机器更便宜。这就是资本主义劳动的残酷真相。如果没有工人的话语权，技术进步并不一定会带来自动化的解放。只要劳动力足够廉价，资本家宁愿用人手去擦洗，也不愿投资昂贵的机器。我们没有被技术解放，我们反而因为缺乏议价能力，被困在了低效、重复甚至危险的劳动中。Amelia Horgan 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感到绝望，她是想帮我们去魅。当我们意识到工作中那些莫名其妙的痛苦，那些无意义的消耗，那种身不由己的失控感，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本来就这样，也不是因为这就是命，这是被设计出来的，这是一种特定的历史产物。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它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它通过剥夺我们对生产的控制权来维持利润的运转。正如布莱希特的那首诗所问：是谁建造了底比斯的7座城门？书中记载着众多君王的名字，是国王们搬运了那些崎岖的石块吗？我们是搬运石块的人，我们是编织衣服的人。理解这一点，是我们不再迷失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视频里，我们将继续跟随这本书，去看看工作是如何入侵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休息时间，甚至我们的睡眠。2013年，布兰妮斯皮尔斯 （Britney Spears） 发了一首著名的歌，叫《Work Bitch》，歌词非常直白。你想要有火辣的身材吗？你想开布加迪吗？你想要豪宅吗？那你最好去工作，碧池。Amelia Horgan 在《迷失于工作》的第2章开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首歌里那种奇怪的混合感。在这里，工作这个词变得非常模糊，它既指为了买豪车而出卖劳动力的打工，也指为了拥有火辣身材而在健身房里的自我提升。在我们的日常语言里，工作似乎无处不在。我们在经营人际关系，我们在打磨自己的简历，甚至我们在感情中也要努力 work on relationship。但是，当我们把所有付出的努力都叫做工作时，真正的危险反而被掩盖了。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有点颠覆认知的话题：到底什么才算工作？为什么有些累死累活的事情，比如带孩子、照顾老人，被视为爱的奉献，而有些并不产生实物的事情，比如在办公室发邮件，却被视为正经工作？这是一场关于定义的战争，而输掉这场战争的人，往往付出了最多的代价。马克思曾经说过，要理解资本主义，我们得从市场走进工厂，走进那个生产的隐秘居所。但作者提醒我们，在这个隐秘居所背后，还有一个更隐秘的居所。请想象一下，一个工人每天筋疲力尽地下班回家，第二天早上，他又精神饱满，或者至少还能动地出现在工位上。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是谁洗干净了他的工作服？是谁给他做好了早饭？是谁在他生病时照顾他，让他恢复体力？这被称为社会再生产 （social reproduction）。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部分劳动是完全隐形的，它主要由女性在家庭内部无偿承担。资本主义有一个巨大的秘密，它依赖于一种它并不支付报酬的劳动。
如果没有人在家里免费的生产和修复劳动力，工厂里的机器一天都转不下去。这就引出了20世纪70年代那场著名的争论：家务劳动。当时的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一个震撼性的观点：家务不仅是繁琐的，它更是被剥削的。正如西尔维亚·费德里奇所说，家务不仅被强加于女性，更被塑造成女性的一种天然属性，一种源自本性的渴望。当我们说妈妈天生爱干净，或者女性天生擅长照顾人时，我们其实是在把一种繁重的劳动自然化，从而心安理得地拒付工资。你可能会说，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家务可以外包，我们可以请保洁、点外卖，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把问题转移给了更廉价的移民女性或者低薪工人。而且，这场关于谁是工人的定义战，在2025年的今天打得更加激烈。书里提到了 Uber 优步的例子，像优步这样的平台公司，不惜花费数亿美元去游说，目的只有一个：千万不要把司机定义为雇员。他们发明了各种词汇：独立承包商、合作伙伴、自由职业者。为什么？因为一旦被法律认定为工作，他们就必须支付最低工资、病假工资和社保。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剥削，叫做情感劳动 （emotional labor）。这个概念最早由社会学家 Arlie Hochschild 提出，用来描述像空乘人员这样的职业。你不仅要送餐，你还要管理你内心的情绪状态，哪怕乘客极其无理，哪怕你刚刚经历了家人的离世，你都必须展现出职业的、热情的微笑。现在，这种要求已经蔓延到了几乎所有服务行业，甚至办公室里。如果你在开会时不表现出足够的积极性，你就是不专业的。我们的微笑、我们的耐心、我们的情绪，都变成了老板不再额外付费的原材料。在这一章，大家应该能感受到，工作的概念正在无限蔓延。作者称之为概念的蔓延。以前，我们只在上班时间工作，现在，维系人际关系是工作，管理身材是工作，在社交媒体上发照片也是工作，因为那是你的个人品牌。我们在生活中付出的每一点努力，似乎都被纳入了某种绩效考核体系。杰玛·哈特利曾把女性记住家人生日、规划购物清单的心理负担，也称为情感劳动。虽然这种说法有争议，但它揭示了一个真相：那些隐形的付出也是会让人精疲力竭的。但作者也提醒我们，要警惕这种泛化。如果我们把生活中的一切都叫做工作，我们可能会失去生活的乐趣，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变成一种交易。但同时，我们必须精准地识别出那些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确实被雇主拿走并创造了利润，却由于种种原因，因为是女性做的，因为是在家里做的，因为是零工而被剥夺了工作名分的活动。这一章的核心其实是在教我们如何去自然化 denaturalize。 没有什么事情是天生就该免费的，没有什么人是天生就该在微笑中忍受羞辱的，也没有什么算法是天生就该把你的等待时间算作休息的。当我们开始质疑什么算工作时，我们其实是在质疑权力的分配。那些被排除在工作定义之外的人，家庭主妇、性工作者、零工司机、实习生，往往是最缺乏保障、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承认他们的付出是工作，不是为了把生活变得更功利，而是为了赋予他们作为劳动者应有的尊严和权利。下一章，我们将进入更具体的历史场景。我们要去看看那个让无数人爱恨交织的福特主义时代，以及为什么现在的灵活办公
反而让我们更不自由了。在劳动历史的叙事中，我们常把福特主义视为一种过时的梦魇。那种身着蓝色工作服，在流水线上进行机械化动作的生活，被定义为一种非人的折磨。当时的契约很残酷，但也很诚实。你出卖枯燥的时间，换取生存的薪水。正如一位烟厂工人在1960年代所写：时间是工厂工人出售的东西，不是劳力，不是技能，而是时间，枯燥的时间。为了对抗这种异化，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许诺了一种新工作 （New Work）。它承诺灵活性，承诺打破层级，承诺团队合作，甚至承诺工作可以像游戏一样有趣。然而 ，Amelia Horgan 在《迷失于工作》第3章中揭示了一个残酷的悖论：这种所谓的新工作，并不是对福特主义的解放，而是一种更隐蔽、更全面的控制技术。社会学家理查德·塞内特指出，新工作的伦理虽然满口谈论软技能和对他人敏感，但其本质是一种肤浅化的集体实践。以前，资本只剥削你的肢体动作，现在它要求剥削你的性格、你的社交能力，以及你适应环境的所谓灵活性。我们以为我们逃离了工厂，实际上，我们只是走进了一个没有围墙的全天候的心理全景监狱。新工作往往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他曾向我们描绘过一幅比尔·盖茨式的图景：无摩擦资本主义 （Friction-Free Capitalism）。在这个愿景中，互联网将扫除一切障碍，甚至终结官僚主义。但现实极具讽刺意味。这种承诺不仅没有兑现，反而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行政机器。数据显示，在美国，1975年至2008年间，教师人数仅增长了10%，而行政人员却增长了221%。在英国，2/3的大学雇佣的行政人员多于学术人员。已故的文化理论家马克·费舍尔将这种现象精准地描述为：评估劳动者绩效的迫切需求，不可避免地催生了更多管理层级。这导致了一种劳动的本质性扭曲，我们不再专注于工作本身，而是被迫专注于生产工作成果的表征。我们要花费大量时间去记录、去量化、去填写表格，以证明我们正在工作。这种审计文化创造了一种扭曲的激励机制。真正重要的不再是教学或服务的质量，而是数据是否好看。这就是新工作的真相。它没有消除摩擦，它只是把摩擦变成了对劳动者精神的无尽消耗。当控制深入到精神层面，工作就变成了一种表演。书中记录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案例。在伦敦地铁站，员工曾自发地在公告板上书写格言，或是幽默的段子，或是动人的诗句。这原本是枯燥工作中一点人性的闪光，一种自发的、真实的社交连接。但在铁路私有化和特许经营的体制下，管理层发现了这种自发性的价值，于是这变成了一项核心指令。现在，各站会提前收到统一配发的格言库，员工必须把这些格言写在白板上，并且拍照上传到内部 APP 作为执行凭证。这不仅仅是形式主义，这是一种对人类情感的掠夺。为了满足那个至高无上的客户服务理念，资本主义将自发性制度化了。员工被要求充当情感缓冲器，按照预设的话术去安抚乘客，甚至这种互动都被游戏化了。正如哲学家韩炳哲所言，新自由主义代表了一种高效甚至聪明的自由剥削体系。唯有当自由本身被剥削时，回报方能最大化。当我们在工作中被要求展现真诚和热情时，这不再是我们的自由表达，
而是被强制征用的生产资料。面对新工作的无孔不入，我们甚至开始对旧时代的福特主义产生一种奇怪的怀旧感。那时候，工作虽然枯燥，但至少界限分明，你出卖时间，保留灵魂。而现在，工作与休闲的界限已经消融，工作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它试图成为定义人生的唯一模式。这种新工作模式下的痛苦，往往是难以言说的，因为它看起来是那么的光鲜、自由，充满团队精神。如果你感到痛苦，系统会告诉你，那是因为你不够积极，是你没有适应变化。但 Amelia Horgan 在这一章的剖析，为这种痛苦提供了社会学的确诊。这并非个人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身处一个依靠自我剥削来维持运转的系统之中，那些强加于我们的灵活性、情感劳动和数字化监控，正在让我们与真实的自我渐行渐远。认清这一点，或许无法立刻让我们摆脱工作，但至少能让我们拒绝那种虚假的热爱。我们不需要爱上我们的锁链，无论它被包装得多么像一个游戏。对于一位在屠宰场工作了6年的女性来说，工作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具体的、生理性的恐怖。这不仅仅是一份普通的脏活，在那个没有窗户的大盒子里，她不仅要时刻提防被受惊的牛踢伤，更要面对一种精神上的侵蚀。正如她在书中所述，胸口愈发沉重，灰色的迷雾笼罩着我。即使在夜深人静时，屠宰场的幽灵依然没有放过他，噩梦会折磨他的思绪，白天目睹的恐怖场景在睡眠中不断重播。这就是 Amelia Horgan 在《迷失于工作》第4章试图向我们展示的第一层真相：工作会在我们的身体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种印记并不总是像屠宰场那样血腥，在富士康的工厂里，它表现为一种诡异的幻肢痛。工人们报告说，即使在下班后的睡梦中，他们的身体依然会不由自主地重复着流水线上要求的动作。在这里，资本主义的逻辑已经入侵了人类最私密的领域——睡眠。身体不再属于自己，它变成了一台无法关机的机器，保留着被过度使用的惯性。无论是建筑工地上被吸入肺部的石棉，还是办公室里因重复操作而受损的脊椎，或者是轮班工作引发的心血管疾病，这些并不是意外，这是工作的本质，一场针对身体的慢性消耗战。主流叙事喜欢告诉我们，拥有优质工作比失业更有利于健康。这似乎是一个常识，但 Horgan 引用了著名的白厅研究 Whitehall Study， 揭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医学事实：决定健康状况的关键变量，并不是工作本身，而是你在工作中拥有的控制权。这项针对英国公务员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反直觉的现象：那些看起来责任重大、压力巨大的高级公务员，死于心脏病或肺癌的概率反而最低。相反，那些处于底层、看似工作简单的办事员，死亡率却是高层的3倍。为什么？因为高管拥有决策权，他们掌控着自己的节奏，而底层劳动者，正如书中所言，面临着一种作为压力源的工作量，他们无法决定何时开始，何时停止，甚至无法决定如何完成任务。在21世纪，这种控制权的剥夺达到了一种新的极致——算法管理。在亚马逊的仓库里，管理者的面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代码。正如一位员工所描述的，人工智能既是你的上司，也是上司的上司，更是上司的上司的上司。它设定生产率目标，它计算你上厕所的时间。在这种环境下，劳动者面对的不再是另一个人，而是一套无法协商、没有同情心、
纯粹追求效率的数学逻辑。这种绝对的失控感，才是现代职场焦虑与心理崩溃的真正根源。除了肉体的疼痛和精神的失控，工作还施加了第三种暴力——尊严的剥夺。社会学家理查德·塞内特将其称为阶级的隐伤，一种在他人眼中无法获得稳固尊严的痛苦。Amelia Horgan 在书中回忆了她童年时目睹的一幕，这一幕比任何理论都更具穿透力。那是小学门口的两位妇女，她们经常形影不离，在外人看来，她们是朋友。直到有一天，她们发生了争执。其中一位妇女突然反驳道：“你不是给我打扫厕所的吗？”这句话震慑了周围所有的偷听者。在这一瞬间，友谊的幻象破灭了，赤裸裸的阶级关系暴露无遗。原来，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而是雇佣与被雇佣、制造污垢与清理污垢的关系。这种羞辱是公开的、毁灭性的。这正是工作的另一重功能，它是一种社会分类机制，它决定了谁在空间中受到尊重，谁被视为隐形人。清洁工穿行于世界的轨迹与高管截然不同，这种地位的焦虑，正如小说家凯瑞·哈德森所描述的，会渗透进骨骼和血液。当你终日被灌输你毫无价值的观念，无论攀升多高，那份出身卑微的烙印又怎能消散？当我们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屠宰场的噩梦、算法的凝视、小学门口的羞辱，我们看到的是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所预言的图景。异化。在书中，作者重申了这种状态的本质。我们在无法掌控的环境中劳作，生产出掌控我们命运的商品，为他人谋利。这不仅仅是不公平，这是一种对人类存在本质的扭曲。正如马克思所写，穷人的地窖住所充满敌意，他仿佛置身于他人屋中，置身于陌生人的屋里，那人时刻监视着他。在资本主义劳动体系下，我们不仅与劳动产品疏离，与他人疏离，最终我们与自己也变得陌生。这就是工作的悖论。社会强迫我们将工作视为获得认可、尊严和身份的唯一途径，但恰恰是在工作中，我们的身体被磨损，我们的意志被接管，我们的尊严被阶级结构碾碎。这不仅仅是关于一份工作的抱怨，这是一场关于我们如何失去对自己生命主权的漫长记录。几年前，这张黑白玫瑰的图片在左翼网络圈中广泛传播。它试图告诉我们，人的尊严不应该与你的工作量挂钩。这句宣言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巨大的共鸣，恰恰是因为它戳中了现代人最深层的恐惧。我们潜意识里并不相信它。在现实中，我们总是用无法企及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们总觉得理论上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还有更好的自己可以成为。这种对无法完成应尽之事的焦虑，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8世纪，乔治·切恩就提出了英国病的概念，用来描述那些被现代城市节奏拖垮的人。到了19世纪，这被称为神经衰弱，曾困扰过弗吉尼亚·伍尔夫和马塞尔·普鲁斯特这样的精英。但今天，这种病症有了一个更现代的名字——职业倦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倦怠表现为精力耗竭、情感疏离和效能感缺失。这不再是少数精英的富贵病，也不再仅仅是护士或社工的职业病，它变成了一种普遍的时代情绪。甚至，《今日心理学》杂志曾这样描述：倦怠如同狡猾的窃贼，通过吞噬人们的精力，掠夺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在这个时代，疲惫不仅是一种痛苦，甚至被异化成了一种勋章。如果你没有感到倦怠，
似乎就意味着你不够努力，不够成功。为了对抗倦怠，我们试图寻找休闲，但 Amelia Horgan 在《迷失于工作》第5章中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工作与休闲的界限正在彻底消融。哲学家阿多诺早在1951年就警告过我们，在社会压力下，人们即使在闲暇时也必须追求外显的忙碌乐趣，每个人都必须时刻有项目在手。这种预言在今天变成了现实，而且更加极端，我们称之为副业。研究显示，英国1/4的成年人拥有副业，最常见的包括手工艺品、写作、投资或者做博主。这看起来像是追求热情，但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仅仅拥有一个爱好？为什么所有的兴趣都必须被货币化？为什么我们在下班后还要把自己的生活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简历？这是因为风险发生了大规模转移，在零工经济和不稳定的就业市场中，雇主不再承担我们的未来。如果你不自我优化，如果不把爱好变成 Plan B， 你就会感到不安全。于是，生活本身被工作化了。我们不再是为了乐趣而阅读，而是为了提升认知；不再是为了放松而旅行，而是为了积累素材。我们不仅出卖工作时间，我们开始出卖自己的人格，将其作为原材料进行加工。如果说副业是显性的工作，那么社交媒体就是隐性的工厂。理论家理查德·西摩指出，这不只是社交网络，这是一个社交产业。当我们以为自己在享受连接的乐趣时，我们其实是在进行无偿劳动。你的每一条动态，每一个点赞，每一张精心修饰的照片，都是在为平台生产数据。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身份策展。马磊莱普凡贝克形容得非常精准。你的社交媒体是持续更新的模特作品集、演示视频和个人简历。即便你不是网红，你也在参与这场表演。我们在网络上寻找多巴胺，寻找连接，但我们互动的对象其实不是人，是机器。机器捕捉我们的欲望、嫉妒和焦虑，并将其转化为利润。这是一种扭曲的愉悦感。我们在通过展示一个更好的自己来获得短暂的满足，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高强度的情感劳动。曾经，休闲是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工作隔离的领域，现在它成了利润的原材料。这种将人生工具化的逻辑，从我们踏入学校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教育本应是探索世界、犯错和可能性的场所，但在资本主义的竞争压力下，它变成了一个残酷的筛选漏斗。作者在书中描述了这种异化：学校越来越像工厂，学生越来越像待加工的产品。在英国，大学为了吸引生源，不惜像企业一样搞营销，兜售就业率和毕业生溢价。学生们背负着巨额债务，被告知只要努力学习，获得学位，就能拥有光明的未来。但这往往是一个虚假的承诺。所谓的毕业生溢价正在缩水，甚至不足以覆盖贷款利息。大学本身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临时雇佣的讲师甚至无暇备课。在这种环境下，真正的学习，那种非功利的、纯粹的智力愉悦，变得不可能。学生们被灌输了最深层的工具性逻辑：你必须不断打造自己的简历，必须把每一个学习机会都转化为未来的就业竞争力。我们从一开始就被训练成要把自己的人格当作商品来打磨。这就是我们当下的处境。生产力曾经是一个经济学名词，用来衡量工厂和国家的产出。现在，它变成了一条精神准则，一条道德律令。各种应用程序和生活技巧都在教导我们如何成为最优版本的自己，但是，
如果不去质问由于就业机会日益减少这个现实，我们就无法回答自我优化究竟是为了什么。在资本主义劳动的阴影下，我们不仅失去了工作中的自主权，我们正在失去不工作的能力。我们不敢停下来，我们不敢无所事事，因为在这个系统里，一个没有产出的时刻被定义为一种罪恶。但这正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也许真正的反抗不是在下班后开启另一份副业，而是敢于在某个时刻毫无目的地浪费时间，敢于承认我的人格不是原材料，我的生活不是项目管理。当我们凝视一座建筑，或是手中把玩一部最新的 iPhone 时，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设计，是品牌，是某种仿佛魔法般凭空出现的成品。但正如亚马逊仓库工人阿格涅什卡姆罗兹所提醒我们的，是工人，而不是魔法，让货运卡车卸货，让商品从无尽的货架被拣选。Amelia Horgan 在第6章开篇，通过布莱希特的诗句向我们揭示了工作的本质。工作即是世界构建 ，Work is world building。我们的生活世界，从房屋到技术，从街道到物流，皆由劳动诞生。然而，资本主义劳动的轨迹在于隐形，它将这一创造过程隐藏在复杂的供应链和不允许拆解的电子设备背后。我们只享受结果，却系统性地忽视了创造者的存在。这种隐形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更是社会性的。这种隐形和隔绝正在摧毁我们的共同体 community。哲学家杰拉尔德 ·A· 科恩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如果一位富人被迫乘坐公交车上班，虽然他能暂时与其他人处于同一空间，但他无法真正理解那些常坐公交者的困境，因为由于财富的巨大差异，他们缺乏共同的世界观，这使得相互关怀变得几乎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富人通过私有化服务、私家车、私人安保，甚至末日避难所，将自己与大众彻底隔绝。这种根本性的不平等削弱了我们共享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当公共产品如图书馆、公共交通被侵蚀，取而代之的是排他性的私人服务时，我们不再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我们在同一个地理空间中，却像幽灵一样彼此穿过，无法触碰。当这两个世界真的发生碰撞时，会发生什么？往往是在最私密的场所，家庭。作者在书中引用了电影《寄生虫》和仆人，剖析了这种发生在雇主家中的服务性工作。对于富人来说，这种亲密关系伴随着一种深刻的焦虑、猜忌。他们害怕权势易势，更害怕那些底层之人掌握着足以摧毁他们的秘密。于是，技术成为了控制的手段。谷歌的 Nest 摄像头具有面部识别功能的监控设备，被广泛用于监视保姆和清洁工。这种技术监控演变成了侵入式的微观管理。尽管雇主们喜欢宣称保姆是家庭成员，但这种说法极其虚伪。正如书中所言，雇主对雇员的猜忌情绪显而易见。若真是家庭，这个家庭便已失能。这种将职场伪装成家庭的神话，实际上是为了让劳动者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在摄像头的注视下，家庭变成了一座充满恐惧的圆形监狱。工作不仅分隔了空间，还通过分类制造了等级。我们习惯将某些工作称为技术性工作，而将另一些称为非技术性或低端工作。但这真的是客观的吗？作者指出，凡是涉及重物搬运、使用非日常工具的工作，往往被归为男性，并被视为技术性的，而那些需要灵巧手法、耐心照料，或是情感投入的工作，如护理、清洁、
往往被默认为女性职责，并被打上低技能的标签。这不仅仅是刻板印象，这是一种压低薪酬的政治策略。在历史上，将女性传统职业排除在技术性工作之外，正是为了压制女性薪酬。种族也是如此。在英国，黑人女性不成比例地集中在清洁和护理岗位，这种分工维系着种族等级制度，并纵容了对这些劳动者的残酷对待。所谓的地位，不过是现有权力关系在工作场所的投射。最后，资本主义劳动在构建世界的同时，也在毁灭世界。这种毁灭不仅是显而易见的森林砍伐或矿山开采，它还深入到了微观的生物层面。书中讲述了抗生素的历史。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农业技术的产物，而现在我们面临着抗生素耐药性的危机。一种被称为伊拉克菌鲍曼不动杆菌的超级细菌，正是在美军伊拉克医院的特殊环境中演化出来的。正如社会学家汉娜·兰德克尔所言，这就是人类活动在细菌生命中留下的物理印记。这是资本主义劳动对自然界最深刻的隐喻，一个将利润动机置于一切之上的体系，无法停止它的破坏。无论是气候危机，还是超级细菌，都是这种世界构建方式带来的反噬。我们的劳动创造了财富，但这种生产方式本身正在让地球变得不再适宜居住。这就是我们构建的世界，也是我们必须改变的世界。这可能是现代职场控制术中最荒诞也最诚实的象征—— Slanty 马桶。它的座圈向前倾斜了13度。这种设计不是为了舒适，甚至不是为了美观，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制造痛苦。当你坐在上面超过5到7分钟，你的腿部就会产生痛感。制造商宣称这是为了健康，为了减少痔疮，但其核心卖点非常直白：缩短员工的如厕时间，提高生产力。这向我们揭示了职场的核心动态。这是一场关于时间的战争。在资本主义逻辑下，你把时间卖给了公司，那么这里的每1秒钟，甚至是你排泄的时间，都不再属于你。正如这一章所揭示的，管理层不仅想占用你的工作时间，他们想最大限度地压缩你的生理时间。这种控制有时是免费的披萨，有时是严苛的排班，有时就是一个让你坐不住的马桶。面对这种令人窒息的掠夺，工人们并没有坐以待毙。如果说老板在窃取我们的生命，那么工人们就在想方设法把时间偷回来。这里有一个传奇般的案例：西班牙公务员华金·加西亚 （Joaquin Garcia） 在整整6年里，他照常领薪水，却从未在办公室露面，直到他获奖的那一天才被发现。他被称为幽灵公务员。虽然最终被罚款，但这无疑是许多打工人最狂野的复仇幻想：拿钱但不干活，彻底从老板的视线中消失。当然，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我们采取的是更温和的微抵抗。Amelia Horgan 建立了一套摸鱼分类学。第一类，时间的收复。延长的午休，在同事抽烟时混进去聊天，或者在工位上刷社交媒体。这不仅仅是懒惰，这是为了抵御重复性任务带来的无聊，是对自主权的有限宣示。第二类，规避管理，那就是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如果你是办公室里唯一会用那个复杂电子表格的人，你就拥有了权利，或者像 H&M 的销售助理那样，当只有你知道怎么整理那堆乱七八糟的牛仔裤时，混乱就成了你的护身符。这是一种知识不对称的胜利。在英剧办公室里，抵抗还带有一种人性的温度，把同事的订书机放进果冻里，或者无休止的闲聊，那是因为在传统办公室里，你面对的是人类管理者。
只要你假装在工作，或者拿着文件走得够快，你就能蒙混过关。但对于现代零工经济的劳动者来说，这种特权正在消失。在 Deliveroo 这样的平台上，算法每5秒钟就会扫描一次骑手的位置，你无法向算法表演忙碌，你的每一个动作，每1秒的停顿，都被精准地记录在服务器里。这不再是猫捉老鼠的游戏，这是全景监狱。在呼叫中心，监控更是达到了极致，每一次通话都被录音，每一次按键都被记录。前呼叫中心员工摩根·鲍威尔描述了这种绝望。唯有工人们之间的战友情谊是支撑我们坚持下去的力量。他们分享作弊手段，如何让呼叫队列超载导致系统崩溃，或者如何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挂断辱骂者的电话。技术不仅是管理的工具，也成了双方博弈的战场。除了摸鱼和作弊，还有一种抵抗是退出。数据显示，英国人平均每5年就会换一次工作，而在年轻群体中，这个频率更高，频繁跳槽成了应对职场剥削的一种策略。当一份工作的新鲜感耗尽，剥削变得难以忍受时，我们就离开。但讽刺的是，对于像亚马逊这样的雇主来说，高流动率恰恰是他们想要的。这意味着他们不需要为员工的长期健康负责，也能规避工会的形成。还有一种更隐秘的抵抗，发生在我们的内心。社会学家 C. 赖特米尔斯称之为人格市场。我们被要求投入情感，被要求热爱公司，而拒绝这种情感勒索，拒绝把个性变成磨坊里的磨料，拒绝认真应对那些愚蠢的要求，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反抗。除了上述这些，还有更激烈的复仇者。2019年，一名被拖欠工资的建筑工人开着挖掘机摧毁了他亲手建造的酒店外立面，这是一种宣泄，一种同归于尽式的绝望反击。但 Amelia Horgan 在这一章的结尾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所有的这些，无论是坐在倾斜马桶上的忍耐，还是茶水间的偷懒，甚至是破坏机器，都只是压力阀。它们是个体的应对机制，它们让我们在那一刻感觉好受一点，但它们无法改变系统本身。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权力结构，我们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不过是下一份工作或许会稍好那么一点点。个人的抵抗是勇敢的，但也是脆弱的。要想真正夺回我们的时间，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摸鱼的技巧，而是集体的力量。在下一章，我们将探讨这种可能：当孤立的幽灵们联合起来时，会发生什么？1848年，当8000名工人聚集在波尔多的公墓哀悼一位女性时，他们纪念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差点被历史埋没的构想。这位女性叫弗洛拉·特里斯坦。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宣言的5年前，这位自诩为社会弃儿的女性就已经构想出了国际工人组织。她穿越法国，在工厂和俱乐部发表演讲，直到身体崩溃。她的愿景不仅仅是讨价还价，她梦想建立工人宫殿，那里不仅有职业培训，还有为儿童提供的教育，为病患提供的医疗，以及属于工人阶级的文化殿堂。他认为，与其作为分散的个体在竞争中苟延残喘，不如通过普遍的联合来构建一种新的力量。特里斯坦曾在1830年代造访伦敦，目睹了工业资本主义心脏的肮脏与不平等。他和后来的恩格斯一样，意识到了一件事：工人们不仅需要面包，他们需要尊严，需要从原子化的状态中走出来，成为一个政治主体。正如后来马克思所总结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不在于眼前的结果，而在于工人日益扩大的联合。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那种宏大的愿景似乎已经褪色。
我们正处在2次历史性挫败的阴影中。从1979年到2019年，英国工会会员人数腰斩，从1300万降至600多万，取而代之的是法律的限制、媒体的污名化，以及零工经济带来的极度分散的劳动力。Amelia Horgan 用了一个极其悲凉的比喻来形容当下的工会策略：在涨潮的沙滩上守护仅存的几座沙堡。现存的工会往往被迫采取防御姿态，死守着那些仅存的、组织相对完善的传统行业，试图抵御无休止的侵蚀。但在零工经济的荒原上，这种防御是无力的。雇主通过虚假自雇和外包，规避了所有责任。更糟糕的是，工会内部也曾存在背叛。书中记录了1970年利兹服装厂罢工的耻辱一幕。当2万名女工走出工厂抗议薪酬不公时，由男性主导的工会却敦促他们重返岗位，甚至与雇主合谋压低女性薪酬，将其归类为非技术性工作。这种历史的创伤提醒我们，如果工会不能代表所有人，包括女性、移民和零工，它就无法成为真正的力量。面对这种退潮，我们该如何反击？作者介绍了美国组织者简·麦卡利维的策略：深度组织 （Deep Organizing）。这不仅仅是浅层的动员，不是发几张传单那么简单。这是一种对工人生活的全面考量，不仅关注他们在工作场所的薪水，更关注他们在社区、家庭和住房中的生存状态。正如谢菲尔德需要掌心组织的协调员所言，当我们人为地将职场与更广阔的社区割裂开来时，便将生活人为地分隔成独立的单元。一个人下班后并没有停止被剥削，房东的压榨、公共服务的缺失，都是阶级斗争的延伸。新的工会主义必须打破工厂意识的局限，它要联合租户、联合社区、联合所有被系统边缘化的人，就像 Acorn 这样的组织正在做的那样，将分散的愤怒凝聚成集体的领导力。如果工会仅仅是为了涨工资，那它永远无法触及资本主义的核心。真正的力量在于质疑，我们到底在生产什么？1976年，英国卢卡斯宇航公司的工人们面临裁员危机。通常的剧本是罢工、抗议，然后失败。但他们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卢卡斯计划。这些制造导弹和轰炸机零件的工人们，利用自己的技术知识，设计出了150项具有社会价值的替代产品。他们设计了肾脏透析机，设计了便携式生命维持装置，设计了早期的混合动力车和太阳能设备。他们向管理层和政府提议，让我们停止制造杀人武器，让我们用这些机器来拯救生命，来解决能源危机。尽管这个计划最终被管理层扼杀，被政府无视，但它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启示：工人不仅仅是执行命令的手，他们拥有巨大的隐性知识和创造力。如果让劳动者掌握生产方向，我们完全可以从追求利润的毁灭性生产，转向服务于社会需求的生产。从1871年只有72天的巴黎公社，到1976年的卢卡斯计划，历史告诉我们，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在巴黎公社期间，面包师的夜班被废除，工人接管了工厂，教育与生产被重新融合。正如马克思所说，那是一种劳动的解放。我们为什么要回顾这些失败的尝试？因为他们证明了，工会和有组织的劳工，绝不仅仅是为了在资本主义的市场里争取一个更好的价格，他们是为了争取一种决定权，决定我们生产什么，决定我们如何工作，决定我们想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在这个气候危机逼近、自动化威胁岗位的时代，重拾卢卡斯计划的精神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我们不能只做沉默的齿轮。
我们需要团结起来，去想象，去设计，去建造那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工人宫殿。1853年，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的巴特比，用一句“我宁愿不做”，在华尔街的办公室里投下了一枚沉默的炸弹。这句话像是一个幽灵，在大街小巷游荡了一个半世纪，成为了拒绝工作最原始也最神秘的口号。到了21世纪，这种拒绝演变成了一种更极端的幻想。在奥特莎·莫什菲格的小说《我的休憩与放松之年》中，女主角决定通过药物让自己沉睡整整1年。她拒绝工作，拒绝社交，拒绝清醒，试图通过这种冬眠来逃避新自由主义对人的无尽索取。这是一种令人嫉妒的幻想。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我们同样努力奋斗，同样疲惫不堪，为何不能休息1年？但 Amelia Horgan 提醒我们，这是一种危险的诱惑。这种个人的退出，本质上是一种极度的特权。谁来维持这位睡美人的生存？是经营杂货店的埃及移民为他提供咖啡，是低薪的艺术家为他处理生活琐事。在城市庞大的低收入基础设施之上，富人的休息才成为可能。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停止工作就意味着停止生存。这种个人的逃离留下的真空，只能由更廉价的劳动力来填补。除了睡眠，我们最想逃离的另一种劳动是家务。在20世纪60、70年代，曾经有过一场短暂的家庭现实主义反叛，那是集体生活的实验，是社区托儿所的梦想，是试图通过社会化来解决家务重担的努力。但那个梦想失败了，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外包。我们不再寻求集体分担，我们选择花钱雇人，这使得家务劳动的技术创新停滞了。为什么？因为在全球不平等的背景下，剥削移民劳工比发明机器人更便宜。所谓的智能生活，往往只是通过 APP 向零工下单，让另一个低薪工人跑腿送货。这形成了一条残酷的全球照护链。贫困国家的女性离开自己的孩子，去富裕国家照顾别人的孩子，而她留下的孩子则由更贫困的女性照顾。这种逃离家务的自由是建立在极端不平等基础之上的。当我们庆祝某些女性成功摆脱了第2轮班时，我们不能忽视，那是另一群女性在替她们负重前行。当我们谈论拒绝工作时，这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休息，更是为了生存。在全书的结论中，作者将视线投向了2场正在酝酿的风暴：气候危机与劳动力需求的停滞。一方面，资本主义劳动正在摧毁我们的星球。尽管深知化石燃料正在断绝人类的未来，企业和政府仍在疯狂投资相关基础设施，只为了榨取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份工作是在毁灭地球，那么它的待遇再好又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工作岗位正在消失，即便在服务业，就业机会也在萎缩。我们面临着失业率攀升与就业不足并存的危机，系统强迫我们工作，却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面对这2重危机，仅仅要求更好的工作已经不够了。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彻底的结构性变革。既然现有的路径走不通，我们该往哪里去？作者在书的最后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激进的工具箱。这不仅仅是修补，这是对社会底层的重构。首先是全民基本收入，将生存权与工作剥离。如果每个人都能获得维持生活的基本资金，我们就不必为了房租而被迫接受那些恶劣、无意义甚至有害的工作。其次是全民基本服务，这比发钱更进一步。通过将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甚至食品彻底去商品化，
由公共机构免费提供，这将极大地压缩生活成本，让我们从必须赚钱的焦虑中解放出来，让社会再生产不再是家庭内部的沉重负担。还有，全面自动化。与其用廉价劳动力阻碍技术进步，不如拥抱自动化，让机器去承担那些危险、枯燥的苦役。我们不应该害怕机器抢走工作，我们应该要求机器创造的财富由全社会共享。缩短工时，这是一场关于时间的争夺战。我们需要激进地掌控自己的时间，摆脱那种分秒必争的微观管理和暴政般的排班制度。缩短工时不仅仅是多休息几个小时，它是为了在常规工作场所之外，为其他的存在方式和共同生活方式争取空间。只有当我们拥有了自由时间，我们才能去建立社区，去参与政治，去成为完整的人。就业保障，在失业率攀升的危机下，国家应作为最后的雇主，提供有保障的工作机会，但这不应是强制劳动的集中营，而应是服务于社会需求，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社区照护的有尊严的岗位。最后，也是作者认为最核心的工具，企业工人所有制与管理。作者特别强调，他最认同这一条，因为工作造成伤害的根源在于雇主与雇员之间彻底失衡的权力关系。如果企业依然只为股东服务，那么自动化只会带来裁员，基本收入可能会被通货膨胀吞噬。只有当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资料，拥有了所有权，我们才能决定技术是用来压榨我们，还是用来解放我们。当然，不存在唯一的方法，作者并不主张我们只能二选一。相反，他认为混合策略的组合才是关键。我们需要将基本收入的底气、公共服务的保障、自动化的效率，以及工人所有权的民主结合起来。这不仅是为了解决问题，更是为了一个深远的战略目的：劳动去自然化及废除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进而废除资本主义本身。我们正处在历史性挫败的余波之中，左翼的尝试受挫，工会的堡垒被攻破，我们像是在飓风过后的残骸中漂流。但这并不是绝望的终点，这种余波状态迫使我们必须采取比以往更宏大的行动。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说，我们的任务不仅在于组织，更在于情感与想象。我们需要想象一种不再以利润为中心的生活，我们需要想象一种不再以剥削他人为代价的休息。这很难，这需要漫长而艰辛的努力。但正如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所说，一个没有资本主义劳动带来的屈辱、琐碎、残酷、剥削与苦难的未来是可能的，而这样的未来值得我们为之奋斗。感谢您陪我走完这段迷失与寻找的旅程，愿我们在那片余波中找到通往新大陆的航向。